价再创历史新高，到底是什么原因？银价还会继续涨吗？今天带你看来看。嗨，大家好，我是志玉。今天呢，想跟大家来聊聊近来大家看到贵金属的狂飙。2025年呢，飙的最快的贵金属是白银。白银呢，光是在2025年，它已经上涨超过140%，厉不厉害？骄不骄傲？超级厉害。好，但是呢，在这么厉害的一个贵金属的一个报价的背后，其实隐藏着很可怕的危机。所以今天呢，就想跟大家来聊聊，如果你赚得到这样的贵金属的一个这个涨价的话，当然非常恭喜你。但是我们应该要有警觉性的是，当贵金属不断的往上飙，其实有些事情大家应该放在心上，要有警觉心。好，首先呢，我们先要来带你看看，你说2025年这白银一路狂飙，那有些人会这样理解它，会说啊，那是因为黄金也涨很多，所以呢，黄金涨很多，贵金属一并被往上带。有可能这是其中的原因，但是呢，我们来看近来高盛呢这个贵金属的相关的研究部门的主管，他说应该是中国造成了白银的一个大往上的狂飙哦。好了，那你就说跟中国什么关系？我们来听听这个高盛的他们怎么样理解哦。高盛他的判断，他说啊，近来呢这个白银他去跟原油的价格做了一个比较，然后一比不得了，哇！比了之后，赫然发现，通常呢，原油的价格都会比白银的价格来得高很多，高一点，很高。好，但是呢，现在是完全逆转了。我们看到，在2025年，白银的价格呢，已经超越了原油的价格了哦。当然都是标准单位的比较啦。但是呢，这显示出什么样的一个意味哦？这是高盛讲的，他说，那就是中国。中国呢，整个国家它的产业结构跟它的经济状况，造成了白银跟原油价格逆转。好，那你就很好奇说跟中国什么关系？首先呢，他说因为中国呢现在要减碳，所以呢他们也要成为一个这个减碳大国。那于是乎呢，你这个减碳当然用的油就少啦。那中国呢其实是继美国以外啊，全世界很大的一个用油大国，美国第一，中国第二。好，那当用油大国呢，它的原油的需求在往下降，因为它减碳嘛，所以它尽量少用油。目前看到中国一个这个对自己的一个评估是说，它在2027年会来到用油的高峰，然后就开始往下走。如果它用的油开始慢慢的往下走之后，油用的不多了，油价当然就下来了，对吧？我最大的用油国我就不用了，我就用少了，那当然价格就下来。好，这是一个原油价格往下很重要的原因。另外一个呢，带您看到的是它要减碳嘛，所以它发展非常多的一些这个再生能源。比如说在今年的10月份，第一次中国内部他们的这个新能源车超越了传统的燃油车的一个这个比例啊，销售的一个这个状况。所以你就看到了，哇哦，那如果以后卖的车越来越多的一个比例都在卖新能源车，那用油的一个这个需求又少啦，所以呢这个原油的价格就下来了。所以呢高盛他就去判断说，哦，这就是一个白银跟原油的一个价格逆转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哦。但是呢要告诉大家，这个是原油需求量少，它价格下跌的因素。那你说那白银呢？白银要涨得这么高，纯粹因为大家少用油，油价下来？哦，绝对不是的。白银呢，其实现在你可以，过去你可能看它就是一个贵金属吧，但是呢，现在你要看它不一样的眼光看它。以前的白银用在哪里？除了投资需求之外，白银用的非常多的是在传统的摄影技术当中，我要洗照片哦，所以用很多的白银。但是呢，现在你说谁用白银啊，对吧？我都用手机在拍照了，我需要白银吗？不需要的。但现在的白银呢，它已经转型了，它已经变成了一个高科技材料。如今的白银它会用在太阳能板当中、太阳能电池当中，它会用在这个记忆体当中，它会变成一个 AI 很重要的一个原材料。所以呢，
白银还是有需求的，除了投资避险需求之外，它还有工业上的应用的需求。所以呢，现在大家看到都在发展 AI， 所以呢，白银的需求也是开始往上走的。所以呢，这就造成了今天白银的价格上去，原油价格下来。好，那进一步我们来看，白银涨成这个样子，哇，这个2025年度啊，这个涨幅最大的一个贵金属，它要涨到什么时候？应该要居高思维了吗？我们就给大家2个例子哦。过去呢，这个白银哦，如果你是投资这个大宗商品，投资这个白银或者是黄金哦，你一定知道这个名词叫做 Silver Thursday。白银星期四，好，这是什么呢？哇，历史上非常有名啊！就是呢，在这个1980年代、1970几年、1980几年的时候，有一对兄弟叫做亨特兄弟啊，他们那个年代就是很通膨嘛，然后呢，于是他们就说那个货币不值钱，美元不值钱，所以呢，他说货币会贬值，他觉得白银才值钱，所以呢，他们有计划性，这2个富二代了啊，他们的老爸、老爹、爷爷。做这个石油起家的，所以这个家里头什么没有啊，这个钱最多。于是呢，他们就说那个钞票不值钱，所以呢，他把它这个开始去炒作白银。然后呢，他们因为很有钱，富二代嘛，这个人家的这个一般我们的兴趣就是玩玩手游，对不对？看看书，听听音乐。他们家人的一个兴趣就是我炒白银，哈，好，然后呢，他就把他们家这个一大堆的钱拿来狂买白银，买到什么夸张的地步啊？他们那个时候他们刚开始做这个动作。他们去买白银的时候，白银每盎司1.5美元，然后呢，他们就狂买，然后还加大杠杆去买，然后用期货去买，然后呢把现货白银都给买。你知道他们最终买了多少吗？他们买了1亿盎司的白银，而且非常多。他们白银是买实体的白银，然后呢买了白银之后，实体白银买到没得买了之后呢，他们就开始用这个期货去买，各种买，每天都在买白银。你知道最终到了1980年代那个时候初期的时候，白银的价格已经被他们拱到了50美元那么高。50美元，我刚刚讲他们刚买的时候多少？1.5美元，到最终呢，已经被他们炒高那个价钱到50美元，而且那个时候变成社会一片混乱，你知道吗？为什么混乱？你说如果这个东西啊，它就是纯粹投资商品，好，那随便你们炒，对不对？跟我一般来讲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这个影响，但不是，白银还有很多工业上的需求，所以那个时候呢，大家要用白银的时候没有白银了，然后呢，每个人都在家里头看说，哎呦。我有什么东西上头有白银可以拿去卖很多钱，因为那白银的价格已经飙到一个不可这个完全无法形容的一个地步了，这个比天高了。所以呢，大家都已经社会乱象，一天到晚都有这个宵小跑到你家来捞看哪边有白银，一天到晚就有小偷到这个地方，还有当街抢的，社会现象乱七八糟也来了，都是因为这亨特兄弟他们觉得我要炒白银。好，那于是呢，最后是政府出面啊。不准再这样给我乱搞，于是他们怎么样呢？抽银根。他说银行，因为他们后来这个买到很开心，因为太好赚了嘛，1.5块每盎司买的，后来变50美元每盎司，所以呢，他们又开始加杠杆买，借钱买，各种借钱。那所以呢，后来啊，这个政府说抽银根不准借，然后呢，这个期货商品啊，他们的保证金给你提高，然后呢，这个各种的阻止他们做这件事情。于是乎呢，你知道白银的价格就在政府出手了之后，从50美元迅速暴跌回10美元。那因为他们一路都在买，然后开杠杆买，借钱买，所以呢，当50美元暴跌到10美元的时候，他们本来账面上数十亿美元，你就说数十亿美元，今天听起来好像还好，1980年代耶，那个时候的数十亿美元富可敌国呀，所以呢，他们的数十亿美元的一个这个赚来的钱，瞬间变成负债，变成了负10几亿美元。你看看，这爱搞怪、爱炒作啊，这个活该。好，那于是呢，这些亨特兄弟哦，他们最终呢就不能玩了嘛，而且呢，不只是巨亏，而且呢，他们这个巨亏之外还被罚钱，那给他一个罪名，说你们是企图炒作国家的白银储备，然后罚他们永远都不准再进这个市场哦。好，那当然这个是当年呢发生的状况，但是也被他们上下其手哦。那一段时间白银飙涨的很夸张。好，那你说这个富二代有得到教训吗？
人家富二代耶，人家会投胎，所以呢，即便是你这样罚他，他巨亏没事的，他们家有矿啊，所以呢，他们这个亨特的这个家族现在至今在美国社会还是具有权的一群人哦，他们依旧是这个石油天然气的一个大户，然后呢，什么芝加哥公牛队啦，很多那个职棒啦、职篮啦，他们家都有股份的啦，人家活得很好，我们不用帮人家担心。但是呢，只要告诉大家说，当年这个白银曾经被炒过这一波，然后瞬间崩跌下来的时候，很夸张的快。另外一次呢，是在金融海啸的时候啊，2009年那个时候金融海啸之后呢，当然你就看到联准会是这个 QE 救市啊，赶快印钞票啊，货币宽松。那个时候呢，也是同样类似状况，他们说，哎呀，你看这个货币不值钱啊，对吧？然后呢，所以白银值钱啊，所以又来了。那个时候呢，这个白银又是一路被炒高，也是那个时候记得从8.5块每盎司，然后呢一路也是炒到接近50美元啊。那于是呢也是炒得很快，到最终怎么样的一个反转呢？最终的反转一样。整个市场的条件，这个已经跟当初的 QE 状况不一样了之后，反转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下杀回来。所以呢，举这2个例子是要告诉大家说，贵金属的一个这个飙涨跟它的崩坏。哇，这个眼看楼起哦，眼看楼塌了，哇，那个速度很快哦。不是要吓你，只要告诉你说，过去的白银哦，因为呢它的一个供给很妙，白银不是说我有一个白银矿，然后我在那边开采矿啊，不是这个样子。白银的开采通常是伴生于其他的金属矿，所以它要这个挖其他的金属矿，然后旁边又有白银，是这个样子，所以它没有可能因为说这工业需求非常大，然后于是我可以大量开采它，没有，所以呢白银的价格呢就会非常容易出现这种剧烈的波动哦。人为的炒作，然后呢，或者是突然间的一个需求，它就会波动非常的大。所以呢，你在看白银这个2025年的一个飙涨的一个幅度，然后你就觉得啊，好嗨！2026年要继续的话，请你小心一点，因为它的波动是非常大的。好，那我们看到白银到目前为止哦，看到它进来又再创一个历史新高，那它的市值呢，它已经成为仅次于黄金、辉达跟苹果，好，第4大的一个这个商品的一个这个市值啊，总共呢大约是有4兆美元左右哦。那如果说在2026年它持续的往上涨，它其实蛮快的，很可能它会追过苹果，所以它可能会变成史上这个世界上第3大的一个这个商品的一个市值哦。很酷啦，没错哈。但是呢，现在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过去的白银呢，你理解它就是一个传统的摄影技术当中需要的一个工业材料，亦或是多一点，它就是一个这个做首饰啊、珠宝啊，然后多一点，它可能是一个投资的一个商品哦。那更深一层看的是，近来我们看到那个穷爸爸富爸爸哦，他的作者他就告诉大家说，当贵金属变得这么贵，你看到不仅仅是白银哦，那个黄金也是哦，贵金属的价格被炒得这么高的时候，你要去看看更深层的意义是什么？深层意义是什么？贵金属那么贵是什么意思？然后他在想这个问题哦。然后他告诉大家说，当贵金属这么贵，其实呢是在告诉大家，市场对货币投下了不信任票。什么意思？他们觉得货币，或者是觉得各国政府、各国财政不被信任。比如说我们之前的影片当中，其实也跟大家聊到了，当美债它的一个这个长天期的殖利率那么高的时候，那代表的是人家对于美国的财政是不信任的。我觉得你这样的举债我不认同你，然后所以呢，我怎么样惩罚你？就是我不要买你的美债，亦或是你美国政府你要用更高的一个殖利率给我，我才考虑要不要买你的美债，是这个概念的。所以呢，他说现在看到了贵金属这么高，代表什么？代表最传统的避险需求，大家回归到最原始的避险的动作。因为在这过去的这一段时间当中，避险跑出了很多不一样的选择嘛，对吧？我可以选比特币，但是呢，你看进来比特币好像，所以呢，大家回归到最原始的一个避险的一个状况底下，代表我对这一切不信任了。加密货币，你觉得这个？以前大家觉得买债也是一种避险，no 就不要。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到他给大家的一个这个警语是，他认为5年内恶性通膨一定会来，因为他觉得贵金属的飙涨
让他看到了警讯。他认为贵金属的飙涨代表的是大家对于现在的政府央行的一个财政制度的不信任，对现在货币制度的不信任，所以我恢复到我去买一个不会被各国政府影响的货币。不会被各国政府一下子说我要宽松，我印钞票，其他各国政府说，哎呀，我要紧缩，我要这个收回我的资金，不，它回归到一个就是大自然给予你的，黄金有多少多少，白银有多少多少，不会被人为操控的一个避险的一个商品当中哦。他认为这就是一个市场在给大家的一个警讯了哦。那当然，他这样的一个想法哦，会不会太早？我们可以先放心上哦，只是告诉大家，他认为呢，这代表的贵金属如此飙涨，代表背后很多的对现在的一个财政制度跟货币政策的一个不信任感。但是呢，我们就短视一点好了，我们就这么短视啊！这个长远的事情我们放在心上，我们慢慢帮大家来追踪。但是呢，如果就看这么短，就看白银最近会不会跌？白银最近应该还不会跌，因为工业需求在那个地方，暂时呢，你说要这个去银化，它可能技术也没那么快研发出来，所以现在的白银呢，它就是又有工业需求，然后它又有避险的一个需求，所以呢，它可能会维持在这个地方。只是呢，大家放心上，很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商品指数它一个再平衡的一些卖压，但是呢，很可能它可能维持高档一段时间啊，大家很可能。谁获利？你说我要投资谁？我真的去买白银吗？也不一定，你也可以去买一些矿业公司哦。所以呢，在这个白银或者是贵金属现在还维持在高档一个状况底下呢，我们或许可以去投资一些相关的 ETF 或者是这样的矿业公司。还是有点利润，有点赚头，但是长时间来讲，贵金属如此飙涨，背后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底层逻辑跟意义？我们再持续帮大家掌握。好，这是今天帮大家整理的白银飙涨到底是为哪桩？希望你喜欢喽，我们下回见，拜拜。